好不容易穿越成了平南王世子，做了一次富二代，想不到居然被诬陷造反，全家被嘎。还好我那老爹临死前带着亲卫拼死把我给送了出来。老爹啊，你临死前送我进宫，让我来找皇太后帮我家平反。可你看看，我都混成太监了，好歹宫里还有个熟人，免去了阉割之刑。爹，你也知道，宫里很凶险，我能不能保住小命都另说。天天给你烧了几百万下去，够你在下面用了。从此以后，你我父子就恩断义绝了。小轩子，大半夜的你给鬼烧纸呢？等会儿刘公公来给苏贵妃提人了，你可别被看上。妈呀，可千万别选我啊！这个月苏贵妃哪儿去了8个人了，一个都没回来。贵妃嘛，根据这身体的记忆，那娘们可不像个好人啊！伺候她的太监换了一吃又一吃，跟割韭菜一样。她该不会真拿太监当韭菜使了吧？记得上一个去伺候他的太监才去了3天，只要被选过去，可就遭老罪格。奴婢见过公公。今晚沐浴缺个机灵的人伺候，你们谁想去呀？公公，奴才手上要刻了娘娘可不好啊！奴才所染了风寒，会传染娘娘。公公，奴婢只有这么多了，望您开恩。公公，那你呢？完蛋了，原主为了进宫，早把钱花干净了。得，那就你了。公公，小人对公公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想认公公做干爹。有你伺候娘娘，错不了。跟我走吧。红云姑娘，人已经带过来了。这小厮嘴甜得很，一定会讨得娘娘的欢心。有劳刘公公了。永乐公府要遵守3个原则：不看不该看的，不听不该听的。娘娘只要皱一下眉头，就自己到荷花池边喂鱼去吧。原主的记忆中，苏贵妃在宫中出了名的凶残，贴身太监平均只能活3个月。我算是刚从狼窝出来，又走进了虎穴。进去吧，娘娘在等你呢。原主的父亲平南王和苏家似乎关系不浅，只能赌一把这层关系了。来，给本宫搓背。你这狗奴才，找死！你身上怎么一点太监味都没有？你这是货真价实的男人。娘娘英明，这不是一般人能闻的。说清楚，你到底藏着什么目的？还是想用男人的本事蒙混过关？娘娘饶命，只要娘娘保证不杀我，我愿意把我知道的全都献给您。我认识这块玉佩，你是平南王府的一孽吧？你说知道玉如意的下落，是不是你编造出来拖延时间的？红菱姑娘，你要杀我当然容易，可皇后那边正盼着苏家找不到玉如意，好扣各通敌的大罪。就凭我的命在你手上，我立军令状，3日内找到玉如意线索。最后争取到了3天时间，得尽快找到玉如意的下落。吃吧。红英姑娘，我听说宫里那个皇上王小二，消息灵得跟长了耳朵的老鼠似的，是不是别人打个嗝，他都知道吃了啥？哎，我立了军令状，总不能原地坐等死吧？我得找点线索。要是姑娘方便的话，帮我给王小二捎句话。看到这个他就明白了，这事要是办成了，对贵妃娘娘是大好事。对我来说嘛，至少还能再崩她2天。王小二在原记忆中可是了不得的情报专家，希望这小妮子知道，找到玉如意对于咱们苏大美人有多重要。
皇后娘娘，听闻您宫中新来了一些人，便差老奴过来瞧瞧，宫中可还都安分？有劳皇后挂念，不过是个粗使杂役而已。模样倒干净，不像是干重活的。妈妈恕罪，小的该死，这就给您擦干净。这是什么？竟然比御用的椅子还好使。回妈妈，这是家传的土方子，不值钱。倒是个机灵的孩子，若娘娘没事儿，老奴就告退了。你倒是颇有些小聪明。王小二答应了，红英，把他带下去。函卷上说玉如意根本没丢，是苏家内部有人顺走，藏在御花园的某处。对，就是那片石头堆。具体是哪一个假山呢？这点记忆也太敷衍了。陈大人，消息准没错，东西就在御花园的暗格里。皇后果然挖了坑等人跳，活像我们欠了她300两。既然知道是陷阱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回靠不了你们破嘴。以计破计，不过得劳烦红英姑娘准备一些石灰粉、麻绳以及一面小铜镜，可不是用来照我的盛世美颜的。你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做什么？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皇后既然想瓮中捉鳖，我们就给她来个声东击西，让她以为我们是条笨鳖。难不成苏寒烟真欠皇后钱了？找到了，但是现在要是去拿，我得被打得我妈都不认识我。里见李公公到。李公公，且慢！你还想反抗？不敢，只是奴才进宫时给刘公公送过10两银子，才得以顺利通过河业。这要是在司礼间闹开了，怕是责怪刘公公太慈悲为怀。只能借力打力了，督对方不敢把事情闹大，牵连到他的顶头上司。瞎扯！既然这是牵扯到内部事务，不如就在这里核实名册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去把存档的名册拿过来。是，这就去办。那就按您的意思办吧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前几天刘公公来过，觉得陈轩工作勤奋，所以提拔了他。如果李公公有疑问的话，可以去问刘公公。刘总管竟暗中偏向于苏贵妃，此事可不能再追究。既然核实清楚了，那奴才先行告退了。陈兄，刚刚打探到消息，皇后的人在御膳房里做手脚，8成是要给娘娘下毒。这皇后心怎么能这么黑啊？硬的不行就来阴的。苏寒烟可不能出事，她要出事了，我也没得活啊。娘娘，这是御膳房新来的点心。娘娘，手下留糕，奴才也想尝尝。啊！娘娘，陈公公，皇后昨晚又增加了5个暗卫，守在假山上，说是保护，其实就是在设陷阱，等着我们去取玉如意。皇后倒是会算计，既想夺走玉如意，又想除掉我们。娘娘放心，我叫红英准备好石灰粉和粗布条，咱们用引蛇出洞的办法，先把暗卫引过来，再趁机把玉如意拿走。这是碎影刀，锋利轻便，拿去防身。现代防身术加上古代短刀，对付几个暗卫应该没问题。暗卫已经换岗3次了，
他们一直守在玉如意的藏处附近。等他们再往南面走2步，我们就动手。果然在这里。皇后娘娘，玉如意被苏贵妃的人抢回去了。你们这一群废物，连个假太监和红绫都拦不住！哀家迟早会和你好好算算。陈轩，你做得很好。既然真的帮本宫夺回了玉如意，本宫给你个开口的机会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看你在天资上还不错，有慧根，能吃苦的话，我可以传给你一门内息功法。陛下，苏贵妃纵容手下太监陈轩，不但越权长权，昨天晚上还在御花园与人打了起来，惊扰了后宫。这样的行为根本不像一个太监。臣妾也曾听说过陈轩做事很怪异，不是一般的太监。宫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，怕影响到皇上耳目啊。去查一查，陈轩是不是真的太监？娘娘，奉皇上的命令来查太监净身证明，还请娘娘配合。永乐宫的人都是按规矩进宫的，周公公尽管查。只是陈轩在给本宫注药，最后再查他吧。总管，他确实净身了，就是天生发育不良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陛下之前明明说过，他有缺点。公公明鉴，我是太原府的难民，进宫的时候竟是房公公告诉我是个天颜，不用动手，还笑话我比宫女差。陛下，娘娘，这块石头遇到纯阳之气，就会反出微微的红光。验身时没有反应，陈轩确实是净身之人，还是很惊险。要不是娘娘早早就教了我归西云元诀，今天我恐怕就真的要暴露在这里。谁？奴才陈轩，受苏贵妃之命前来给太后娘娘请安，进献血验以示慰问。苏贵妃的人吗？贵妃娘娘听说太后娘娘最近身体不好，心悸难眠，特地派我来向娘娘问好。我家世代都是医生，对于缓解心悸有一定的经验。在这儿等，我去禀报太后。苏贵妃听说太后身体不好，就派我带来血液给太后补补身子。苏贵妃用心了。太后娘娘，若娘娘相信奴才的话，能不能让奴才试一试家传的推拿手法，按压几个穴位就可以缓解不适了？太后是万金之躯，怎么能让你……算了，让她试一试吧。死马当做活马医。这股暖意倒是舒服啊，一个小小太监懂得倒是不少。太原府的蝗灾很严重，晋王派人去见皇帝，请求军饷赈灾，但是皇帝只给5万两。奴才小时候在太原府乡下躲过灾，对蝗灾有些了解。奴才有个拙见，或者可以解救晋王燃眉之急。蝗灾难治，原因在于虫卵，蝗虫产卵较深，但是怕深耕暴晒。5万两银子可以3成买耕牛农具，7成买粟米粗粮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你比朝廷的大臣还要聪慧一些。你解决了本宫的一个烦心事，这块玉佩就赏赐给你了。
下次再来的时候提前通知我，我带你进去。陈兄，按照你的安排，赈灾的方法是通过晋王在北疆的旧部渠道来实施的，目前进展顺利。王兄，还有件事，你在宫里走动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，当年镇国将军赵山河被乌通敌案中，宫里还有没有知情的人或者遗留的东西？他是平南王的旧部，这件事牵涉面很广，宫里没有人敢提起，我尽力去打探消息。父亲，当年的事情，我尽量帮你查清楚。要查的话，赵将军这条线不能断。冷宫的人也敢来讨饭吃，滚蛋！行行好，何家娘娘已经2天没有吃过饭了。厨房里今天多出来的点心还有吗？拿一些过来。谢公公，奴婢替淑妃娘娘谢过公公。快回吧，以后如果还缺少吃食的话，就来找我。赵山河的妹妹，原主的记忆里，赵将军受冤之后，她也被牵连打入冷宫，接触赵家旧案的一个突破口。你说她是罪臣赵山河的妹妹，陈轩，收起你的怜悯。淑妃是陛下钦定打入冷宫的罪臣，和她牵连就是自寻死路。苏贵妃说的没错，不能明目张胆的去做，但是庶妃这条线不能放过。赵山河是父亲的心腹，他手上应该有可以为我陈家翻案的关键证据。陈轩最近经常到寿宁宫去，在玉山房也安插了人，而且暗中接济冷宫。此人八面玲珑，野心不小。一个太监也敢在宫里结党营私，哈哈哈，笑死人了！去传玉花园，本宫今天设宴赏花。苏姐姐肯赏光，妹妹真是受宠若惊。这就是陈轩，陈公公，果然一表人才。最近本宫腰腿疼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我为他做溥仪之事，是想逼我失态发怒，好抓住我的把柄。林娘娘过奖了，奴才的手艺生疏，生怕力度掌握不好，伤到娘娘的身体。本宫使唤不动你了。太后命令，陈轩即刻前往寿宁宫，给太后娘娘按摩，缓解头痛。谁敢阻拦？既然是太后娘娘召见，本宫自然要遵从旨意。太后如此关心奴才，奴才感恩不尽。太后心怀天下，怎会容忍有人在后宫上蹿下跳？太后还让我告诉你，注意自己的身份。陛下，那陈轩目中无人，仗着苏贵妃太后的庇护，就连臣妾也瞧不上。一个小小的太监，连太后、贵妃都要为他出面，真的没有问题吗？传朕密旨，查他入宫之前的所有经历，发现疑点，杀无赦。林贵妃今天所做之事，仅仅只是开始，表面上看很安稳，实际上处处都是杀机。哦，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？刘公公贪财又怕死，怎样打动他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有什么需求，直接告诉红菱就好。谢谢娘娘。接下来就是找机会尽快接近冷宫淑妃，我得赶快行动。刘公公的保心丸是西域进贡的，他就病缠身，每天都要吃。刘公公贪财好色，皇后最近对他的责骂很多，这是拉拢的好机会。红菱姐，叫王小二，明天用皇商的身份把云锦送到宫里去，特别指定要让刘公公亲自验货。再准备一份和他药瓶颜色相同的保心丸，我要制造一次偶遇。已经处理好了。另外，王小二发现刘公公的远房侄子开的云锦轩因为赌债缠身，快要被债主收走了。这就是突破口。刘公公安好。陈轩，不给永乐工作室来这里做什么？见公公面色不好，奴才略懂些生意。听说京城的云锦轩经营状况不太好，奴才可以去帮帮忙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是孝敬公公的，王小二愿意出资保住云锦轩，只求公公以后多照应。你小子倒是挺会来事，那
位大人最近查账目查得很严，你自己小心点吧。刘公公收下了银两，他侄子的铺子保住了。小丸子托人带口信说，淑妃的身体一天天变差了，淑妃很想见见你。淑妃是赵山河的妹妹，肯定会有重要的线索。红玲姐，准备一套杂役的衣服，再去御膳房打个招呼，就说我要巡查冷宫的膳食，防止有人暗中使坏。陈公公早，冷宫的膳食刚做好，正要送去。前几天还看见淑妃宫女来取点心，今天怎么没来？淑妃娘娘身体不适，送来的东西没有动过。陈公公，救救娘娘吧，她咳血了。慢慢讲，娘娘怎么了？从昨天起，娘娘就腹痛难忍，今天早上痰中带血，御药房说是痨病，不给开药。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慢性损毁之物，被绳索浸润后遇水释放，日积月累会使人衰弱，手段当真隐秘阴险。这是高手的手笔，寻常人很难发现。求公公救救娘娘啊！红玲姐，叫王小二从宫外弄些干草、金银花混在日常用品里送进来。小丸子，以后不准再喝这井水了，我让别人送干净水来。给淑妃娘娘传个话，故人之后要来寻政，一定要保重，静候时机。此举一石二鸟，既除淑妃灭口，事发还可以污蔑我，说我管教不严。今夜便让人彻底封存那处隐患，让那里的水无法再被饮用。奴才明白，需尽快查明下毒之人，免得再出意外。和滴水上的毒性比较持久，不能用猛药。这些药材混入食物中，每天用量减半，做出病情好转的样子，引下毒的人再出手。王小二查毒源，有新的进展了吗？该毒物出自南疆，流通范围小，一定可以找到线索。上次皇后验身没有成功，心里很不高兴。林贵妃在皇帝面前吹风，说江湖上有艺术可以伪造身份，皇帝动了怒。皇帝竟然要第二次验身，公公知道这次验身会怎么样吗？你先保全自己吧，现在的你树大招风得很。尹维的感官很灵敏，内力探测深不可测，单靠归西运元诀，恐怕不能完全蒙混过关。太医院长欠我一个人情，我可以让他们开了一剂连息散，吃了之后12小时内气血平稳。但这药很危险，药力过去之后会虚弱3个时辰，如果你那时候露出破绽，那就是万劫不复了。奴才明白，此关一定要过。滴水砂的原料是从南疆运过来的，在京城只有鬼市三眼流那里可以买到。看来还真是做足了准备，得顺着这条线索查。陈玄，上前。西散已经服用，功法运转机制，成败在此一举。陛下，需要探查气海，以防功法遮蔽。好。守住，不能露馅。陛下，他的丹田空虚，气息很弱，没有纯阳之气，可以确定他是净身之人。这好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皇后，你身为后宫之主，想这样为难苏贵妃和她的奴才，成何体统？臣妾谨遵陛下教诲，定严格反省自身。城主马上就到宫里了，莲花纹线索已经查了，各个宫里有莲花纹饰的管事有10人，正在一一甄别。刘公公说可以去查司礼监账目，从账目上或许可以找到线索。太后听说陈公公受惊，你可持令排到西华门去找张勋。太后与晋王的线终于有了着落。公公虚弱，不必多礼。太后说好好办事，开的门不止这一扇。莲花纹，张勋，新线索出现，下一步不能出错。鬼市三眼流说上个月有人买过滴水砂，是宫里的管事。那人付款时，袖口内陈绣着精致的莲花纹，左手小指缺一半。有没有和对过宫中有莲花纹的管事？符合条件7人中有3人左手完整，2人入宫时间短，只有皇后宫江喜妈妈和林贵妃的前妈妈
他的左手小指是早年寿星断的，还管着林贵妃司库，可以接触到内烫。江喜妈妈无官无权，定是林贵妃心腹。她下毒嫁贵皇后，还是怕淑妃揭开赵山河旧案。陈公公，西华门房屋按晋王意思调整，这是新口令。晋王殿下还有何交代？只说要你小心行事。若宫外需要帮忙，时太后令牌来找我。太后、晋王、张勋，宫外助力稳定，宫内纠钱骂骂即可。陈轩能过影为验身，苏寒烟找了个得力奴才。传令，3天后设斗茶会，请苏贵妃带她那狗奴才来参加。娘娘想借斗茶试探陈轩底细。斗茶要演棘手，快见功夫。本宫看那位太监茶艺多高，去安排一下，在冲点茶汤的时候出事，既要有狼狈的样子，又让人怀疑他身体有毛病。林婉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斗茶是假，逼你露馅才是真。他想茶汤滚烫时让你出丑，显男人的狼狈。听说陈公公很受苏姐姐的信任，想必是个心思缜密的人。本宫今日准备了上好的北苑贡茶，不如陈公公展示一下技艺，让大家开开眼界。奴才粗人一个，只管伺候贵妃起居，茶艺一道也未精研过，并且宫规上说，奴才不能在主位前献艺，否则有失尊卑之序。妈妈小心！哪个不守规矩的奴才，竟敢私自去触碰御司茶器？分明是你先撞了妈妈，还敢装模作样！在场的人都看清楚了，陈轩护妻避嫌，哪里会有冲撞的说法？太后有旨，令陈轩立刻到寿宁宫给太后按摩，谁敢阻拦？既然太后下命令了，臣妾怎敢不听从？王小二查到了钱妈妈之子的采买记录，他们正在配制解药，想控制淑妃的毒性，让她慢慢死去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帮他们，让王小二去买断京城的七星草。贵妃娘娘英明，七星草少，要么看着淑妃毒发，要么冒险用太医院的库存，到时候就有人赃可据了。林贵妃，钱妈妈，你们的破绽越来越多了。京城10家大的药性的七星草，已经分批用不同的商号买下，混入染料订单里，目前没有人发现。目前市面上只剩下少量存货，即使价格长到5倍，也极难买到。你做得很好。林贵妃要想控制淑妃的毒性，就必须用七星草，切断淑妃的后路，淑妃就只能冒险了。张勋传话，西华门最近查得很严，特别是带药材入宫的，是不是要配合您懒人？看他露出破绽的时候再动手。注意太医院，院长鲁明章的儿子鲁文浩欠了杜宅，钱妈妈一定会找上门的。七星草还没有找到吗？老奴让侄子跑遍京城药铺，都说断货了，一定是陈轩搞的鬼！太医院的陆明章那里，你去一趟。他儿子欠下的5000两赌债，本宫替他还。老奴明白，马上去安排，一定不让娘娘失望。七星草只剩2株，再想寻到极难。私自动用库房中的药物就是死罪，所以一定会迟疑。奴才已经让王小二到千金毒房等着，陆文浩每天晚上都会去，只要接触到钱妈妈的人，就可以拿到证据。王小二刚来报信，钱妈妈的侄子钱贵已经去了赌坊，还带了2000两银子。我上钩了，让王小二不要打草惊蛇，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再动手。爹，钱老板说，只要你把七星草给我，我的债就免了，否则就要打断我的腿。太医院的药材是皇家的，怎么能私自拿取？多谢兄台，如果能够回本的话，我一定奉还。鱼儿上钩了，公子慢用，小心烫。陆院长，贵妃听说您最近很辛苦，所以特意赐给您餐来补身体。
路过的时候顺便问太后，太医院库房里的七星草还够用吗？惠公公，七星草是常用的药材，库房里还有不少存货。那就对了，最近宫里很多人得风寒，需要吃这个药备份。院长，你要看管好仓库，可千万不能出错。陈轩这是在提醒我，私自动用药品，一定瞒不过他。钱妈妈替陆文浩还了债，又多给了2000两，条件是5日后去承运库东院取500斤七星草。承运库东院靠近杂役房，人多眼杂，正好动手。要请太后出面。皇后和林贵妃不和，太后可以请皇后到关雨亭赏兰，正好撞见交接现场。查过，承运库的管事是钱妈妈的远房亲戚，一定会帮忙夹带。娘娘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劝说陆文浩让他的父亲答应了，5天后在承运库交接。做得很好。若此事成功，舒斐的性命就可以再延长一些时间。如果失败，就说成是陆明章私自出售药材，撇清关系。是。太后那边安排好了没有？梅影姑娘说，禁军已经埋伏在承运库周围，太后以赏新兰为名，请皇后到关雨亭，距离东院只有100步之遥，一定可以撞见。拿着这个牌子就可以去掉用太后的手下。钱妈妈要是反抗的话，就别手下留情了。人赃并犯位上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奴才遵命。今天一定要找出钱妈妈的证据，让林贵妃无法抵赖。承运库东院已经布防好了，王小二确认钱妈妈的人用完1局香料香来伪装七星草。你做的不错，哀家已经让梅影去请皇后了，就说新得到的墨兰开了，你去主持茶宴，随机应变。奴才遵命。太后懿旨，宫中茶为禁物流通，所有的货物马上查验。陈公公，这是婉一局急用的香料，耽误了差事，你能饶恕吗？太后懿旨在此，你怎么敢不听？打开！若你动这些车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你把它藏在香料下面。不是我。这些草药在城里可值一条命，你最好想好了再开口。娘娘，七星草已经被苏贵妃的人给抢走了。这笔账，我迟早要算。算他识相，给慎刑司的王公公送3000两，让他快点结案，别让他多嘴。陈轩、苏寒烟，今天受到的窘迫，本宫一定100倍加倍还给你们。是谁指使你私自运输七星草？没有别人指使，是因为老奴贪心，在看到七星草价格高时，想私自分一部分。陛下，慎刑司已经3审3核，钱妈妈还是只说是自己贪心。皇帝，后宫的事情关系到前朝，钱妈妈已经佛法了，严惩就可以了，不要牵连过多而影响到朝局。钱妈妈私鸩酒，家人流放3000里城承运库官员革职，林贵妃御下不严，罚俸半年。陈轩说此物内藏先帝密旨，关系到苏家和平难亡。可我反复查看，用水晶、火烤，甚至用内息感应，都找不到一丝缝隙。娘娘还在研究这玉如意。我的家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如今到手却如同废石。当初的设计者心思缜密，这机关定然非同寻常，或许需要某种特定的契机。或许是我们想复杂了，越是重要的东西，守护的方式可能越简单。娘娘不妨回想一下，苏家可有什么世代相传的口诀？年代久远，族中长辈未曾提及罢了，此事急不得。眼下林家虽受挫，皇后和朝中旧党仍在虎视眈眈，这密旨是我们最后的底牌。靖王终于要回来了。靖王楚昭明天到京，陛下已经命令礼部准备迎接。太后和靖王是母子，回京一定可以制衡林家。朝中林大将军作为北疆副帅也有功劳，林家的气焰应该也不会弱。靖王带着大胜的威势回来之后，林家一定会拉拢或者打压，赵局会更加混乱。你和太后有来往，要多关注靖王的情况。王小二说靖王亲卫已经提前进城，在城西驿馆布防，好像是为了防备林家的人。靖王、太后、林家3族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，我需要稳住阵脚，为平南王府翻案做准备。殿下，林家已派人到驿馆附近监视了。本王还没站稳，
他们就急了，下令亲卫严密看守驿馆，不允许任何人接近。这京城果然比北疆战场还要危险万分。昭儿，北疆的苦寒，终究是比不得家里的暖和。哀信里提到过陈公公，说你智勇双全，帮我母后抓住了私运禁药的人。奴才只是尽本分。殿下此次回京，军中抚恤清单和户部拨款相差20万两，恐怕有人贪污。本王就是为了来处理这件事来的。户部尚书是林大将军的老朋友，这个空缺肯定和林家有关。你常在宫里帮本王查探一下户部和宫内之间的关系吧。哀家已让梅影给你令牌，你可以调用寿宁宫的人。陈轩，你要帮助晋王弄清楚，君香就是姜氏的生命。家实力盘根错节，他们最早是靠着一副曾经的太子才发家的，后来靠的是军功。废太子身边曾经有一位谋士叫文苑，为他出谋划策。后来怎么样？现在废除太子之后，文苑就情绪低落，不久便传出病逝的消息。但是根据本王在北疆所知的情况，当年废太子府的火风也并没有完全解散。最近3个月，赵云进宫7次，都是在宫门上锁之前就退出去了。他是五品主事，为什么经常进宫呢？每次都是由内务府副总管常福来接待。常福是林贵妃提拔出来的远房表亲，两人经常在御膳房密谈。赵云、常福、林贵妃，这3个名字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常副总管现在在吗？奴才奉太后指令，要核对一下丝绸的数量。常总常到宜坤宫，林贵妃让他补领月例。林贵妃，此时穿常服，肯定有蹊跷。赵云也是个赌徒，每个月都会到那里去，输赢很大。他的俸禄不多，肯定是用贪污的钱来挥霍。你盯着赌方，如果他和别人做交易，马上记下来。另外，查常福的背景，他什么时候进宫，跟林贵妃有什么关系？常福10年进入宫中，靠的是林贵妃提拔才当上副总管，接触内务府银库比较方便，最便于挪用军饷。常福是林贵妃的人，赵云同他勾结在一起，贪污军饷一定是林贵妃指使的。赵允和常福是关键人物，但是没有证据不能定罪。林贵妃明天设小宴给林大将军接风，邀请了户部官员家眷，赵允的夫人也在邀请之列。这就是机会，趁着赴宴的时候，我可以既看赵夫人的言行举止，或许能找到他们交易的证据。红绫随同你一道去，防备林贵妃生出不轨之心。赵云、常福，明天一定要把你们偷的东西找出来。还在京教的别院等着他呢。老奴明白。苏姐姐，这是北疆的特产马奶酒，你要尝尝。奴婢该死，请贵妃娘娘随奴婢到偏殿去更衣。没事，陈轩，你就在此等候。是。王妃不是想看本宫的18学士山茶吗？请陈公公带您到暖阁，他最细心。赵云那本流水账不能留下，让他夫人宴后从云锦轩把东西带出去，派人接过去，一定要烧掉。但是太后身边的陈轩最近查得很紧，怕有危险。一个太监罢了，烦不起天来。若他碍事，就……云锦轩就是交接的地方，必须马上叫王小二、张轩去埋伏。王小二查到了云锦轩后乡氏林家的具体秘密交接点。明晚10点的时候，赵夫人会给账本送去。马上通知张迅，叫他带着北疆亲卫再在云锦轩外埋伏，一定要截获账本。这是扳倒林家贪污军饷的重要证据。已经叫王小二盯着赵夫人了，她一出席就会有人跟着。另外需要请太后出面，以巡查京郊商铺为名。明日海时正好路过云锦轩，赵允的私账就可以把林家贪污的全部事实都揭露出来。等他们交接的时候动手，不要伤到赵夫人，留作证据。云锦轩后厢已经布置好了人手，
会跑掉的。好一个凌家，将士们在前线拼命，他们却在京城中饱私囊。这贪污所得的银两，经由林家粮庄洗白后，流入江南。已拿下林家江，虽然没有招供，但是虎头铜牌已经可以证明与林家有关了。明天大朝会的时候，一定要让林大将军给个说法。明天的大朝会上就是和林家摊牌的时候了。如果皇上看到这份账本的话，一定不会再纵容林家了。皇上，陈查到户部主事赵允，内务府副总管长扶沟劫贪污军饷，证据确凿，请父皇过目。赵允、常福，你们胆子太大了，竟敢挪用北将军饷！陛下饶命吧！是常福逼我的，他说如果不配合就杀了我家人的。陛下，我冤枉啊！是赵允私吞，和我无关。陛下，老臣治军不严，竟然不知道下属会有这样的勾当，这个蛀虫应当严惩不贷。老臣愿意承担此事，给北将将士一个交代。想牺牲赵允和常福来保全林家的根基，但是有账本在，绝不会让他如愿。凌大将军虽然有嫌疑，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贪腐。奉旨，此案交由3司会审，晋王协助审理。赵允、常福打入天牢。臣遵旨。殿下，天牢是林家的地盘，林大将军肯定会派人到天牢把人杀了，并销毁证据。本王已经把事情给安排好了。另外，你要暗中调查林家粮庄，如果发现实质证据的话，就可以彻底扳倒林家了。3司会审才是真正的较量，林家一定会想办法干扰审理。我需要提前做好布局。殿下已经换了北将，亲卫把守牢房，饮食、饮水都要经过3道银针检验，以防被人下毒。可是林家在刑部根基很深，担心有人在里面搞鬼。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，不一定直接杀人，只要能使得赵允改口或者病重，就可销毁证据了。让守卫把药粉先到赵允的饭里，防止被迷药迷晕。林家手段阴险狠毒，绝不能让赵允出事。赵允，常佛官职很低，怎么敢私自吞并军饷？背后一定有主使，但是不能牵连太多。军饷关系到国家的根本，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找到幕后黑手。先审2个人，把账目细节弄清楚再说。若有幕后操纵者，请陛下裁决。本王同意左都御史的意见，此案必须查个水落石出，绝不轻饶。部尚书明显偏袒林家，提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防止他暗中串供。赵大人，留着青山好，不怕没柴烧。换班了，犯事要重新检查。府城死案，你想杀人灭口，拿下他！他们要杀我，殿下救我！我全都招！是常福牵线，以前经过灵府粮庄洗白，流入江南，说是给前地救人养私兵。前地救人，江南的私人武装会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不是单纯的贪污腐败，而是谋反。平南王的冤案也和林家有关，终于找到了翻案的关键线索。前帝救人前是父皇登基前的臣子，当年因为谋反被先帝打压，没想到在江南重新组建私兵，林家定是其中一员，想利用私兵逼宫夺权。要请太后动用江南岸线去查林家粮庄、西山岛，那里有传言说是私兵的秘密据点。我可以派人到灵府去严密监视，不让灵府的人销毁证据，或者提前调用私兵。明天你去皇宫把密信交给太后，如果查实的话，林家就是灭门之罪。平南王的冤案也可以借此机会昭雪了。父亲，当年的冤屈终于要大白于天下了。常福在天牢中拒不认罪，恐怕林家已经控制了他家人，以此来要挟。本王已经派人去查常福的家人，发现他的妻子儿女早就被林家送到江南去了，这就是他硬撑的原因。只要找到他的家人，就可以让他开口。京城镇鬼市传来消息，林家最近派人买了很多金疮药和兵器，说是运往北疆补充军备，但是路线却是往江南太湖方向，必须尽快查到私兵据点，不然他们会提前起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先帝登基时，哀家劝过他严打，免得成过根，如今果然在江南又冒了头。太后英明，晋王殿下怀疑林家暗中与他们勾连，锦绣庄园很可能就是私兵藏身之处。殿下恳请太后动用江南岸线，重点调查此处。一个小小的内侍，倒也懂得替朝廷操心。不过朝政如何处置，该记得自己的分寸。奴才不敢逾矩。哀家口谕，江南岸线先去查查锦绣庄园。是，至于什么时候该下刀，轮不到你们操心。陈轩，
记住你今天的位置是谁给的，办好你的差事，别学文渊，总想些不该想的东西。是赵云欺上瞒下，我不知情，只是因为和林贵妃是远房表亲的关系，才偶尔替她传信。你和林贵妃是远房表亲，她没有指使你挪用军饷，奴才只是沾了亲戚的光，从不敢和娘娘谈论公事。可是你知道，你的妻子和孩子在江南做客，林家说只要你能扛住，他们就安全了。你胡说！王府还没招供，看来对林家还抱有希望的，给林贵妃制造一些麻烦。三皇子生病的时候，正好可以削弱他的势力。贵妃的意思是，院环境清静，并且也是景王整顿过的，比较安全稳妥。让三皇子到西院静养，可以保护他不受林贵妃的控制。林贵妃已经知道了三皇子生病，正在请太医院院长到宜坤宫去，想把病托在自己宫里，继续控制三皇子。一定要在院长之前向陛下提出移宫的要求。陛下，三皇子风寒还没有好，宜坤宫的人很多，吵吵闹闹的，药气和脂粉气混在一起，恐怕对静养不利。西院林木幽静，而且安保严格，恳请陛下允许皇子暂住西院。朕觉得很合适，林贵妃。平常都是你照顾三皇子起居，你觉得呢？苏姐姐考虑的周到，臣妾无异议。再派上3个太医，日夜照看皇子吧。愿与张勋一起负责西院的安全工作，所有进出人员都要登记在册，饮食饮水必须经过银针检验。尽快移宫，不能耽误。苏寒烟，你想断我根基，定要让你付出血的代价。地上有滑石粉，想让皇子出事，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。树上有人，把树上的人抓下来！是林妈妈让我做的，她说成功之后给我500两银子，帮我出宫。林贵妃急了，竟在公道上公然动手，这样一来更能证明她心术不正。陛下对她产生怀疑的程度一定会加深。已经按照你的指示，在西院布了3层暗哨，所有进入西院的人必须出示腰牌，无关人员不得靠近。太后娘娘口谕，江南岸县回报，锦绣庄园夜间常有壮丁操练，也蹲了不少兵器和粮草，但只在外圈打探到这些。靠近内院的探子最近失了2个。果然是私兵的行径，但密信里对私兵的头目具体数目都写得模棱两可，好像只描了个轮廓。太后还说，晋王若要动作，也要记得量力而行。现在朝中多事，不可一味逞强。娘娘，杂役被抓了，恐怕要招供出来。说出又怎么样？没有实际证据，陛下是不会相信的。传密令给江南的陵远，让他加快进度。可是私兵还没有准备就绪，兵器和粮草也不足。让他们再快点！那些人步步紧逼，再不做好准备，我们就全完了。这是祖上！想掉脑袋吗？看什么看？都回自己的位置上去。今天的事谁敢多嘴，当心皮肉之苦。拿过来，我看看。这种阵法和丝线，不像是宫里的东西，倒像是……永乐宫的人何时变得如此慌乱了？苏氏，你永乐宫出的这些脏东西，难道不该给本宫一个交代吗？哎呀，皇后娘娘息怒，苏妹妹想必也是一时糊涂。皇后娘娘，此物蹊跷，臣请彻查。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玩这种无辜之术，真当朕是瞎了不成？臣妾从未做过此事，愿以性命担保。请给臣3日时间，臣定能查清真相。陈轩，你若是查不出真相，就提头来见吧。陈大人，这宫里的水深着呢，小心淹死了自己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从这布偶的来历查起了。奴婢查过了，这种经文丝线，整个后宫只有林贵妃那儿才有余下的。既然他想玩这出界刀杀人，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。
昨晚去宁香斋打听了一下，那雪中没香陆染的丝线，只有怡坤宫上个月买过10匹，还查到一个给林贵妃绣帕子的宫女，形迹可疑。今晚就去提人问话。凡是见过这种丝线的宫女，妈妈都要来问话，不能漏掉一个人，越快越好。是。林贵妃细心多疑，听到消息后一定会让林妈妈灭口，这样就可以抓住萧太监现行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！陈轩查出雪中梅的丝线是我们在宫里买的，他还说要提审给娘娘绣帕子的春桃宫女。当初让你去找老宫人做布偶，你怎么会让他用金丝匠？只有本宫以及已故的端惠皇贵妃才有，端惠的随葬品被带走了。老奴也是事后才知道那老宫人用的是金丝匠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春桃知道一些情况，不能被陈轩抓住。把这个带去，让他意外落水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要是出了问题，你就别回来了。若他被抓了，便说那是他一人的主意，与本宫毫无瓜葛。林妈妈深夜前来灭口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哇！此物便与那粉末相同，更有着特殊的丝卷。你还想做河边锦？娘娘要放弃我了，我不能就这样死。启奏陛下，人证物证据在，这些便是从林妈妈身上搜出来的。你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做出这种勾当！皇上，臣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皆是我一人所为，与旁人无关。林贵妃管教不严，撤销协理6宫的权力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出宫一步。被禁足又怎么样？只要这个东西还存在，本宫就有翻盘的机会。让江南的陵园快些准备好，火凤就要起飞了。用蜜花奸邪自半个时辰后消失，让信使混进操帮船队走。苏寒烟、陈轩，等江南出事了，你们都得死。先帝解散的刺客组织，林家果真在江南重新组建了。他们想利用火凤卫制造动乱，逼宫夺权。林贵妃被软禁，没有宫内的联络人了，一定会铤而走险。江南4兵恐怕要提前动手。王小二说，林家粮商疯狂买金疮药、兵器。江南局势非常危险，必须马上阻止他们，不然就会引起战乱。平南王的冤案也更难翻案了。锦绣庄园的异动，我知道了。是太后，可否让奴才以巡查漕运为名，前往江南暗中探查证据？拿去，江南岸线会配合，只收外围消息，不要逼太紧。该跳的人自会跳出来，你们只需等。父亲，你的冤屈，我一定在江南查清楚。已经发现3组人来探查，都是林家在江南的人，想查清我们的行踪。明面上是考察漕运，他们不敢动手，但是暗处一定有人在使绊子。王小二那边安排好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，我用王家布庄的名义联系了江宁织造局的秦管事，今晚他在醉仙楼设街封宴，那楼名是盐商的。带衣和香皂，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做信物用。陈御史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，江南漕运之事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听说御史要查药材、矿产，莫非京里有了新命令？就是例行检查。可是最近听说积食堂的药材比较紧张，李老板知道原因吗？
恕罪，奴婢该死。多谢姑娘。应该是个圈套，林家故意把你们引来这儿的。就算知道是陷阱，也得去。这是在江南第一个拿到的线索。你带10人到义庄外接应，我一个人进去，半个时辰后联系秦管事。这刀淬了麻药，可用来防身。陈大人，我是端惠皇贵妃的老部下，贵妃死得冤枉。她发现了林家与火凤为勾结后，被林贵妃……你有什么证据？这是贵妃留下的东西。她临终的时候说过，林家私兵在太湖西山岛以采石为名藏兵营，管事的就是林远。西山岛、石料岛运输的三当家叫李芒，芒贪财好色，仗着林家撑腰，就连总督主审千山也管不住他。每月3、8、2日押送石料到杭州，护卫比运送银两还要严密。张勋，你带500人把西山岛外围给围住。王兄，去联系沈千山，封住暗河出口。他早就对李芒不满，一定会配合。是的，已经让人搬作香客，混入寒山寺附近进行调查。陈御史找我这个江湖人，除了漕运之外，还谈些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是为林家私兵而来。李芒给林家运送石料的时候，沈夺主知道那其实是兵器甲胄吗？老夫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收了林家的钱，运了来来回回半年，让兄弟们敢怒不敢言。这是李芒常用的航线，在三山岛斜角硬闯不行。土眉头，真是土眉头！李当家手气不好，这点小意思。嘿，你倒是会做人，那咱们可得好好聊聊，少不了你一份好处。听说西山岛的木材和石料硬如精铁，是制枪的上等之选。鄙人想和您谈桩生意，李芒阁下意下如何？你是什么人物？让我要跟你做生意，我就得跟你做。哪来的无名小卒？如果不想的话，这个生意我就去找沈舵主谈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不自量力，想分我的一杯羹，门都没有！那看来鄙人没有这个福分，就不打扰李大人雅兴了。这人贪财好色，狂妄自大，只要略施小计，便可让其自投罗网。不过在正式行动之前，还得再去探探林远的虚实。李芒亲随佩刀为林家私兵之事，西山岛运来的肯定是军械。张勋，你让水性好的人带兄弟潜入霍城，让王小二去查李芒在苏州。是。林远，西山岛那里的私兵窝一定要连根拔起。陈公子远道而来，就为了西山岛的石料。家叔在兵部工作，边关缺少硬料，5000两定金，成色不好的话，家叔就不答应了。因此，我要随行上岛检查质量。这西山岛外人不准入内，要不你稍等几天，待我为你取货，在我这里验货。我可一人随少主上岛验货，并且留王掌柜下作陪，表诚意。明天出发，但你要蒙住眼睛，不能碰任何东西。林远急于求成，果然上当了。每个月能生产3000支长枪。防卫如果遭遇官兵突袭的话，恐怕就难以应付了。我这岛很安全，明哨暗卡12处，湖面上8艘快船巡逻，岛后面还有一个隐秘的码头。石料从这里运出去，走曹帮的船，没有人会去查。这水这么深，里面是不是装了很多重的东西？里面是给京中贵客的货，过几天就运走。既然要运货要到京城，肯定是为谋反做准备。裴张勋，你让人把这张图送到晋王那里，叫他注意京郊的漕运。明天我再去见见林远，问一下货物的运输时间。
查到凌远最近跟李莽来往频繁，货可能会通过他的船队运输。凌远、李莽、京城内应，这张网快要收拢起来了。先切断传毒液。救命啊！船搁浅了！不是兵器，找到了。这尹先生又是哪位大拿？月圆之夜，他们要在京城动手了。从来没有出现过，到底是哪位人物？要马上把信送到晋王那里，让他在洛英峡设伏。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用沙子代替虎药，跟着船队找到尹先生落脚的地方。我让苏州梁庄连夜调来沙石，按照火药箱的重量来分装，保证没有破绽。少主，曹帮沈先生突然发难，犯了李芒的职务，扣了我们的船。李芒这玩意儿干什么吃的？陈公子说可以帮忙找新的渠道，但还没有给消息。陈轩若真能找到渠道的话，倒是可以拉拢他。再等等，如果明儿他不来的话，就走一密码头。孔颖先生隐藏极深，想必这次行动也是有接头人。我保证不会让他们跑了的。月圆之日，京城恐怕要打一场硬仗了。等这批货送到京城的时候，凌少主就说，江南漕运的货都归咱们了。照计划继续跟踪，也要暴露。洛英峡有晋王接应。废物！李莽什么时候还没有传信来？少主，曹帮造反了！沈千山说李芒贪污赃款，勾结外人，把他免职了，还把人关了起来。现在曹帮的船都不听咱们的指挥了。没有曹帮，我们的货物怎么出去？陈轩说要帮我找新的渠道，怎么还没有到？难道他也出问题了？李芒勾结林家，损害曹帮利益，逐出曹帮。太湖运输，听我指挥。多谢陈公子提供的证据，凌家在江南的运输线，我已经派人截断了，他们的船一艘也出不了太湖。凌远在西山岛有500名私人武装力量，要提防他狗急跳墙。调来20艘战船，把西山岛周围的海域给围住，凡是任何船只靠近的，先扣船再审问。少主，岛外全是曹帮的战船，连快船都出不去。陈公子也没有来，估计一定是那个陈轩搞的鬼。他根本不是来买兵器的，是来查咱们的。传令烧了兵器和账册，今晚突围到黑水屋去找尹先生的人。只要能和尹先生会合，丢了西山岛，也可以东山再起。凌远，放下武器投降！拼啊！杀出去有奖！尹先生会在皇宫里面吗？他们不但想谋反，还想换皇帝。这个标记我见过，去年在京城鬼市就有人卖过类似的令牌，说是前朝火凤卫尉的。先生居然跟火凤卫有关系，
而且在宫里还安插了线人，京城的水竟然比江南还要深。陈轩，就算我死了，也不会出卖影先生，林家的大业也不会灭亡。彻底终结了，林渊死了，只能回京城找答案。你总算回来了，江南的事情暂时不能声张。殿下，出了什么事？尹先生有无线索？月圆之夜落影下，我们守了一夜，那批火药石沉大海，尹先生一定察觉到了，藏起来了。最糟糕的是，皇帝的身体状况不好，经常昏睡。皇帝突然生病，尹先生脱不了干系，林家说不定也先喝进去了。陛下的症状很奇怪，嗜睡、萎靡，和当年端会皇贵妃去侍前的样子7分相似。娘娘的意思是，皇上也慢性中毒了。太医院的院长私下告诉我，皇上的药没有问题，但是长期服用的龙筋虎猛丸和某种香料发生了反应。可是那香料非常稀有，查不到它的来源。刘公公说，陛下身边有3个老太监半月内相继出事，一个失足吊井，一个生病而死，只剩进士赵德安了。赵德安在皇帝身边随同醉酒，且为前敌故人，皇上最信任他。如果他是尹先生的人，皇上就有危险了。这是陛下今天喝剩下的药渣，还有他用过的茶杯，我才好不容易弄到手。赵德安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？有没有接触过外人，或者用过特殊的香料？除了服侍那位，就是去取药，没接触过别人。前几天我见他袖口沾了些紫色的粉末，问起时他只说是花粉。这气味不对，和我之前见过的不同，这是一种新的致命之物。龙筋虎猛丸里面用的赤阳花，在遇到西域的梦萦香的时候，就会渐渐侵蚀心神。梦萦香本身无毒，寻常人根本查不出来。赵德安袖口上的淡紫色粉末就是这种。让刘公公去查一下赵德安的住处，尤其是放香料的地方。这盘棋比江南的私兵案还要危险。这是梦萦香遇水之后留下的痕迹，单独使用的时候就是安神香，和赤阳花混合之后就成了慢性毒。这种香在京城哪里可以买到？西域进贡的贡品，宫中只有太后、林贵妃各有1小盒，都是先帝在位的时候赏的，早就该用完了。除非有人从宫外私运进来。太后、林贵妃都曾用过梦萦香，那么尹先生是不是其中一人呢？陈公公，陛下刚服药睡下，谁也不见。您有要事告诉咱家，等陛下醒了转达。麻烦赵总管给陛下转达一下，江南漕运已经稳定了。对了，我看到总管的袖口上有淡淡的紫色粉末，不知道是哪种香料。御花园紫藤花的花粉就是，陈公公不用惊奇。他在撒谎，紫藤花粉是淡粉色的，怎么会是紫色的呢？一定是梦萦香。太后的梦萦香早就随仙的下葬了，但林贵妃的梦萦香，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奴才觉得赵德安可能是尹先生的人，他每天都能接触到皇上所用的药和养生丸，所以最有可能下毒。但奴才还没查到证据。我有一计，你对外宣称陛下病危，逼尹先生赵德安动手，我会先行派人将夏玉芷的玉玺带回来。如果要搞费力的话，一定会露出麻。这个计策可以行，但是要提防林贵妃，她如果乘机夺权，局势就会更加混乱。刘公公查到了，赵德安昨晚去了御药房，偷偷拿了1小瓶精梦萦香的残渣，藏在住处暗格里。证据已经有了，在陛下病重的消息传出之后，就看赵德安、尹先生怎么跳水吧。京城的风浪就要起来了，尹先生的狐狸尾巴快要露出来了。昏迷不醒，恐怕到了大限了。陛下，你不能有事啊！夺不可一日无君。三皇子是嫡出，应该立为太子，继承大统。陛下还在，大将军说这话太早了。目前最紧要的是救活陛下，而不是讨论立储。林大将军急于立三皇子，想借幼主掌权，他们怕是要伪造遗诏了。赵总管在司里监看先第一。赵总管，这个范本是禁地的东西，看的时候要得到太后的允许。陛下的病情危重，咱家先熟悉一下格式。
万一陛下有口诏，也好立刻做记录。你再多说半个字，小心你的嘴。只要拿到遗诏和玉玺，尹先生的计划就可以成功了。快把这封信带给凌远，让他带江南的私兵往北进军。娘娘，靖王最近派人查得很严，送信恐怕会被发现。飞鸽传书，直接送到灵府去。如果耽误了大事，你我都活不了。如果三皇子即位后，我就当太皇太后了，到时候苏寒烟、陈轩，你们都得死。陛下，不要怪奴才，这是尹先生吩咐的。孟英香，赵德安果然在害陛下，马上告诉贵妃和陈轩。赵德安胆子真大，竟敢用孟英香来害陛下。贵妃，赵德安查遗诏范本，肯定是想伪造遗诏，我们就要在他动手的时候当场揭穿。已经叫张勋带禁军把养心殿围了起来，只要赵德安拿出假遗诏，就马上抓住他。真玉玺现在在我们的手中，赵德安得到的肯定是假玺，我们就按计划行事。今夜一定要把赵德安救出来，找尹先生的线索。陛下醒来了！陛下口谕立三皇子为太子，皇后垂帘听政，凌大将军为辅政大臣。这是遗诏，我已经记下了。陛下英明。慢着，遗嘱是伪造的。玉玺早已交给咱家了，不信你们看。这玉玺是假的，真正的玉玺在晋王的宫里，就是为了防止有心之人借此机会造假懿旨。赵德安，你用孟英香毒害了皇上，还伪造遗诏，胡说八道！我对陛下忠心不二，怎么会做出毒害陛下的事呢？这是从你住处搜出的。孟英香，你每天在香炉里家和陛下的龙金虎猛玩，相克，致使陛下昏迷。陈轩，你虽然占了上风，但是也维持不了多久。尹先生的计划不会因为我这次的失败就停止。我尽力了。尹先生藏在寿宁宫附近，马上去寿宁宫附近搜查，把尹先生找出来。殿下，灵府家将联合经营叛军，强行攻入宫门。他们说要清君侧，立太子。你们在殿上赢了，赢不了宫外，京城很快就会变成凌家的天下。拿下凌大将军，张勋带领禁军死守宫门，本王去掉吉元军。尹先生还没有找到，凌家又开始反叛，今晚肯定有一场恶战了。你们困得住我，困不住凌家的兵。经营已经反了，宫门很快就会被攻破。凌威，你谋害皇上，伪造遗诏，起兵造反，证据确凿，今天一定要让你偿清血债。殿下先稳定一下局面，宫门告急，叛军要是攻进来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你带禁军守住养心殿，我跟你去玄武门，把他关起来，好好看管。经营将士听好了，凌威弑君谋逆，晋王命令只诛首恶，血从不案。我愿投降，跟随赵将军消灭叛贼，望赵将军给予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殿下，幸不辱命。赵将军，多亏了你及时赶到。殿下，叛军首领是凌家的大管家，他攻出凌贵妃，在宫里有内应，要趁着混乱去寿宁。不好！赵德安说影落梧桐，寿宁宫外有一棵百年梧桐树，尹先生一定是要对太后下手。快去寿宁宫！太后不能出事，太后一出事，后宫必定大乱。不要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太后！交出太后，我就放你走。你不过是个尹先生的棋子，他不会管你的死活。太后，
你没事吧？应先生在里面。晋王殿下，陈公公来得好。文先生，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你是尹先生。从先帝在世的时候，就不应该让当今陛下即位。我隐姓埋名多年，就是为了重建火凤卫，辅佐正统。太后，您说是不是？是哀家让文渊这样做的。当今皇上多疑寡恩，凌驾长权，只有立幼主，哀家垂帘听政，才能保住楚家江山。太后，你知道文渊和凌家勾结，杨思斌害皇上，这是谋反，不是保江山。如果不是陛下魂勇无道，凌家又怎么会做大呢？动手！你跟凌家合作，就是想用他们的私兵逼宫。不是你把江南私兵之事搞砸，我早就成功了。陛下醒了，陆院长用了一个新的方子，陛下吐出黑血，现在可以说话了。陛下，这是逆贼勾结外敌的密证。逆臣竟敢如此欺朕！哀家全是为了保住这的江山啊！文渊凌迟处死，凌家满门抄斩。太后听信奸人之言，念及先帝旧情，终身不得过问政事。臣等领旨。尹先生佛法，凌家道台，终于可以为平南王府翻案了。皇上说要为你平南王府恢复清白，后面正式封你为镇国公。只是太后虽然被软禁在家，朝政还需要稳定。放心吧，父亲，你的冤屈终于可以洗清了。接下来就是为平南王府讨回公道，也为自己的安身立命寻找一条出路。出招把文渊、凌家的证据都呈上来了，又从苏家玉如意里找到先帝密旨。此案不只是关系到平南王府的清白，更关系着朝廷的根本，请皇上当众审理，并记入国史。让刑部督察院入殿，呈上旧军报、太医院验尸录。先帝17年，平南王与赵山河守北疆，被指控擅自后撤，通敌，谋立新军。当年奉先帝命令扬退诱敌，血焰伏击，大破敌军。军报在回京途中被文渊的人秸改。平南王忠勇可见，未得三方军报核实，不得轻定其罪。凡借前敌救人之名妄指其谋反者，已无逆论处。当年是哀家错信文渊。如今文渊已死，我有事实，这朝廷，这后宫越来越脱离本宫的掌控了，不可坐以待毙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晋王楚昭封皇太子监国，恩封镇国公，辅佐晋王治理国事。张勋卫忠勇博，领经营。赵山河加封太保，苏贵妃晋皇贵妃，设6宫。王小二为朝廷盐铁总商。小人一定管好盐铁，为国库挣钱。若再有人伪造军报，借前敌救人，杀武臣，与文渊、凌家同罪。凌家已败，平南王昭雪、寒门新贵当道，诸位犯王应早做打算。父亲，当年的密信和军报都已澄清，您的罪名终于除去了。这不是我一人得护身符，而是留给所有被冤枉的僵尸看的。心里的事算是解决了。以前只觉得自己世界是还魂的打工人，现在知道这条命本就该替陈家讨个公道。先帝密旨已归档，你安心去做事吧。江南经凌家之乱，漕运受阻，要派可靠的人去整顿。赵太保之子赵成熟水情，为人正直，可任江南巡曹同行，带一队亲兵下去。北疆蛮族见我国内乱平息，遣使求和，愿遂贡马匹皮毛。好，边军奏报虚主将，监军兵部3方签押，将领系迂须太子3司会审，这些都写进新制。江南减免半年赋税，曹帮残余交招城。北疆使臣入京要按礼接待，不再动辄扣前帝救人帽子。把刀先从自己人的脖子上拿开，百姓才敢信朝廷。新政已行，江南百姓都有饭吃，北疆的情况也暂时缓和。我会接下你的重担，继续坚守。听说你一早就来了，给你带点吃的。太子说，等朝局稳定，就向皇上请旨，赐婚给我和你。
到时候先去江南一趟，看太湖春色，也看看如今百姓的生活怎么样。那就是你当年提议的便民驿站，过客只要找到大楚驿站牌子，就能进来歇脚喝水。我恒也，江南漕运已打通，赵城在苏州、杭州间增设水引，官船商船分道行 A 北将贡品到了，太子，请你回京商议赏赐。没有你们，朕到不了今天。为大楚这几年的安稳干杯！当年永乐宫的危机仿佛就在昨日，如今的后宫可算清静多了。百姓安居，宫里自然也能睡好觉。平南王昭许只是补上当年的账，文渊林家不会是唯一。那是书上就写某年某月楚地很忙。现在我非失权，但朝廷之事我还是要抓在手中。林家余党林峰已经聚集了残余势力，在苏州作乱，烧毁了漕运码头，并且劫持了盐商贡品。陛下，江南刚平定，如果不马上出兵，恐怕会引起民变。臣愿在10日之内带张勋平定叛乱。末将愿意随国公爷出征，经营的精锐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出发。一定要安抚好百姓，莫要伤及无辜。苏贵妃已经让人准备好了粮食，你们在路上可以取用。陈国公，林峰藏在苏州城外的寒山寺，那里地形复杂，还有暗河通往太湖。让勋带500人把寒山寺外围给围住了。王兄联系操帮沈千山，封住暗河的出入口。是的，我已经让人装扮成香客，在寒山寺附近进行调查。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谋反背叛是重罪，你如果交出幕后主使，可以保全性命。休想！暗河下游发现了几艘装着兵器的船，船主是京城户部侍郎的远房亲戚。户部侍郎是前朝的旧党，肯定是他在给林峰提供资金。押送林峰回京后，我就留下来调查兵器的来源了。将军要独自查探，国公爷注意一下，林家还有没有被消灭的人？恐怕要报复。有陛下的信物，江南的官员就会配合。你回京后向皇上说明，江南门阀与前朝旧党勾结在一起，要提前做好防范。这些残余势力不过是棋子，真正的威胁是那些在暗中活动的。陛下，林峰已经捉拿归案，他背后的资助者是户部侍郎李默。陛下明察，我与林家没有任何关系，是林峰诬陷我。李大人，这封信是在寒山寺找到的，上面有您的笔迹，还敢狡辩？这是伪造的！陛下，我效忠于您，怎么会和反叛的人勾结呢？陛下，李默是前朝宰相的门生，一直反对寒门入仕，恐怕是想借林家作乱，推翻新政，把李默打入天牢，彻查其同党。从即日起，寒门选拔扩大范围，各州府都要设考场。陛下圣明。这些学子才华横溢，但是出身寒门，放在之前很难有出头的机会。陛下实行寒门选拔，可以均衡朝堂力量，避免门阀把持朝政，这是臣之所见。但是门阀官员认为这件事很不妥，暗中加以阻挠。陛下，臣妾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让优秀的寒门学子到东宫去做差事，既可以培养人才，又可以让学生接触朝政。此计甚妙，就照皇贵妃说的去做。新帝英明，皇贵妃聪明，大楚盛世有望。
乡巴佬也配来国子监？哈哈哈，你听到了吗？真是笑死我了。国子监是求学的地方，不分出身高低。再敢挑衅，逐出国子监！我父亲是尚书，你敢罚我？陛下给我的就是便宜行事的权利，罚你不是应该的吗？就算罢你父亲的官，也合情合理。多谢陈大人。打破门阀垄断，责任重大，但是只要坚持，就一定能让寒门有出头之日。李默已经招供了，前朝就档案中联络范王，恐怕会有变故。愿出使北疆安抚范王寒门学子当中，有人会说梵语，可以同行做翻译。已经让准备好了樊王喜欢的丝绸、茶叶，可以让他们放心。朝堂博弈没有停止，边疆还需要安抚，但是只要君臣同心，一定能扫清所有的障碍，开创真正的盛世。郑国公远道而来，是来要我交出兵权，还是来消饭？陛下赐予臣丝绸千匹，茶叶100担，是为老北疆将士之用，也是表明大楚与北疆和平共处之志。大楚与北疆唇齿相依，战乱只会使百姓受苦。王爷，江南已经免除赋税，京城正在推行寒门选拔，皇上只希望天下太平，并没有削藩的意思。王爷，不要相信陈轩，这是朝廷的削藩诏书。你看，王爷，这个印章是假的，真正的玉玺字体很厚重，而此印章线条很细，而且诏书上日期和陛下处理江南事务的时间不符，显然是有人故意挑拨离间。陈轩，你敢污蔑诏书！王爷，朝廷早就暗中调兵，就等你放松警惕。王使君既然为王爷着想，为什么要把刀藏在腰里？难道是想在帐中行凶，陷害朝廷？阁下！王爷，莫要信他，唯有联手，方能抗衡。我虽在边境，但消息并不断绝，该有的结局早已注定。守北疆30年，最希望的就是和平。旧党最近总是在挑拨，说朝廷要征调北疆的粮食，让将士们心寒。王爷，我已经让张勋从京城调来1万食粮草，3天后送到。陛下说，北疆将士的军饷加倍，家属可以迁到内地居住，孩子可以进入国子监读书。郑国公的诚意我已收下。从今以后，北疆愿意年年进贡，绝不和朝廷作对。陛下，漠北王已经答应效忠朝廷。挑拨的人是洛阳旧党的李宋，他收罗前朝残余势力，囤积粮食兵器，恐怕会有异动。李宋，贤弟石就和樊王勾结，朕见他年老，没有追究，你竟敢再犯！传旨，叫张勋带5000精营去洛阳抄家。陛下，李宋是3朝元老，贸然查朝，恐怕会引起门阀的不满，不如把他叫到京里来审问。王大人，李宋暗中资助林家余党挑拨北疆，证据确凿。张勋马上出发，一定要活捉到李宋。陛下，臣妾已经让人把寒门学子安排到各个州府去做事，帮助推行新政。这主意好，明天就下旨，让寒门学子参加粮税检查，并且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处置权。乡巴佬也配查账？这些都是经过王尚书同意的，怎么可以被你们质疑呢？通判大人，陛下有令，粮税查核部分出身，账目若有错误，为什么怕我们查？去把账本碎片收起来，重新核对一下，如果有隐瞒的，马上向京城汇报。这位大人做事公正啊！以前的官老爷都替富户遮掩赋税，如今终于有人替我们说话了。李宋，
你勾结反贼，挑拨北将，还不认罪？门阀最终会掌权，寒门小辈不可能成事。洛阳旧党被俘，北疆稳定，寒门学子崭露头角，但是门阀势力仍然存在，后续要稳步推行新政，不能急躁。柳明和查的粮税竟然比去年少了30%，一定是他包庇乡绅，隐瞒赋税。王大人，江南去年发生过私兵作乱，良田被毁，赋税减少是事实，臣已经附上了受灾农。王爱卿，你所推荐的人贪污受贿，还敢污蔑寒门学子，从即日起，苏州知府革职查办。这两人在朝上分量越来越重了，出身如此卑微，岂能让他们掌权？林妈妈，你藏了3年，现在该动手了。苏寒烟晋封为皇贵妃之后，就越来越碍事，得让她出个意外。娘娘请放心，我已经买通了永乐宫的小宫女，在苏贵妃的汤药里加了缓激散。哼，再去联系王尚书，在朝堂上让其发难，说陈轩与苏寒烟两人心思不纯，危害国家。虽然被软禁，但是只要扳倒苏寒烟、陈轩，就可以重新掌控后宫，扶持门阀。大人，王尚书的侄子王琛带人霸占了农户的良田，并且打伤了人。大白天的竟然敢强占良田，给我把人给我抓起来！这块地是我叔父给我的，谁敢来了？叔父是尚书，你敢抓我？就算门阀势力再大，也不能放任他们欺负百姓。陛下，王尚书纵容侄子作恶，如果不严惩，把王晨流放到北疆，撤销王尚书的户部尚书职务，改任闲职。陛下，我最近总是觉得疲倦无力，太医院也查不出原因，可能是因为……娘娘的脉象很虚浮，像是慢性中毒，快去叫太医院的院长过来。竟然有人下毒！陛下，皇贵妃是中毒了缓激散，这种毒没有颜色，没有味道，要长时间服用才会发作。好在剂量不大。这种毒需要特殊的药材才能配制，京城哪家药铺可以买到？冰魄草是很珍贵的一种药材，只有御药房、太后寿宁宫才有收藏。臣只查丰裕书房、寿宁宫，彻查所有的宫女太监。陛下，没有证据的话，贸然去查不妥。臣有一计，让苏贵妃装病，定有人会来落井下石。是林妈妈，她是林贵妃的旧人，家私藏在寿宁宫，受太后的指使。这是你和王尚书之间的书信，上面写着：事成之后，扶持门阀子弟进入东宫，你还敢抵赖？是哀家让他做的。苏寒烟出身卑微，不配成为皇贵妃。陈轩乃一介太监，竟敢把持朝政。太后勾结门阀，毒害皇贵妃，已经触犯了国法。从今日起，迁居慈安宫，终身幽禁。林妈妈凌迟处死。皇上书同太后勾结，放纵侄子为非作歹，革去所有官职，变为庶民。门阀官员如再阻碍新政，一律严惩。镇国公，朕想推行科举改制，使寒门学子和门阀子弟同场比试，公平选拔人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陛下英明，科举制的改革可以选出真正的人才来，使大楚国家长久的稳定下去。门阀势力受挫，后宫稳定，接下来就是推行科举改制，使盛世根基更加稳固。父皇常说，如果不改变取士制度的话，门阀就会一直压制着天下的百姓，
此举可以防止考官徇私舞弊，但是门阀势力根深蒂固，恐怕会有暗中阻挠。陛下请放心，臣已经选定了3名主考官，其中2名来自寒门，1名是前朝清廉的老陈州考官。所有的考卷都会由禁军押送，并且全程封存。江南柳明来禀报说，当地的门阀为了不让考生参加科举考试，故意破坏了官道，很多寒门士子被堵在了路上。岂有此理！传旨柳明，动用漕运户送学子入京，所需银两由户部拨付。陈轩，你带人巡查京城考场，防着门阀买通考官。他在朝堂上受挫之后，一定会把希望寄托在科举之上。这场改革就是硬仗了。杨八老爷想考功名，我已经请周考官帮忙打点过了，你们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劲儿。沈修，科举制度改制明文规定禁止徇私舞弊，你竟敢明目张胆地舞弊！柳知府不过是个靠镇国公提拔上来的寒门小人，也配管我？信不信我让你脱乌纱帽？老爷，沈公子派人送来，说是润笔费。沈公子胆大妄为，周大人清廉，臣佩服。此事由臣来办理，您安心主持考试就可以了。沈修胆大妄为，如果不严惩，改制就难以进行。传旨取消沈修的应试资格，其父千里不侍郎，降为平民。陛下，柳明已经把江南的学子护送到京师去了，共300多人，都安置在驿站里了。明天科举就要开始了，这是大楚的希望，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。收大人，发现有人作弊，在一名寒门学子身上找到了考题的答案。墨迹太新了，他从江南赶来的，为什么答案上的字迹会跟张远的很相似？这样写就可以中举了，还说我这是张远的笔记。门阀故意栽赃陷害，想借作弊案来诋毁寒门学子，动摇改制。国公爷，我只是考场杂役，并没有给考生答案。这不是我的呀！你还敢抵赖？是沈修逼我的，他说如果不这样做，就杀了我家人的。难怪沈修被取消资格之后还敢留在京城，原来是一心想破坏科举改革。这件事我会告诉陛下，不会影响到寒门学子的前途。真是胆大包天！传旨，把沈修流放岭南，永世不得回京。陛下，今天的考试已经顺利结束。周考官说，今年考卷的质量比往年好多了，在寒门学子中也出现了一些奇才。陛下，柳明说，江南百姓听说学子们顺利考取了功名之后，就自发的到祠堂为陛下祈福了。这才是大楚的栋梁之才。等到发榜的时候，朕要亲自去见前3名。科举制度的改革刚刚取得初步的成功，门阀残余势力受到震慑，但是江南水患的奏折刚到，接下来就要着手民生大事了。江南连下10日大雨，太湖决堤，苏州、杭州3县被淹，百姓死伤甚多。陛下，臣在江南查案时就对当地的水情有所了解，而且和曹帮沈千山、知府柳明比较熟悉，愿意带着张勋去赈灾。朕已经命令户部调拨50万两白银、10万石粮食给你，拿着朕的金牌，可以调动江南所有的官府力量。苏贵妃已经联系了京众粮商，以后的粮草会陆续送到。末将已经准备好了5000名禁军，可以用来协助转移灾民，维持治安。王爷，堤坝当年修建时就偷工减料，钢筋用的是废铁，石料里陷了沙子，那是当年林家管的工程。林家余孽虽然被消灭了，但是留下的隐患却给百姓带来了灾难。这次赈灾一定要把旧工程的问题全部查清楚。已经有300多灾民染病，药材不够了。柳明先联系江南的药商，赊点药材，账到时候给朝廷结。王老汉带老河工去勘察地形，找一条能引流的河道，减轻堤坝的压力。穆爷，发现有人在混乱中抢走粮车，是当地乡绅家的仆人，说那粮是他们的。
胆大包天！带我去看看，赈灾粮是百姓的救命粮，谁敢动就按军法处置。粮站建在我家的地里，粮食就应该归我。陛下命令，赈灾期间，所有粮食物自由朝廷统一调配，疑似自动用救命粮食，依照律法当斩。我是授前户部侍郎门生之命，他让我打乱赈灾，逼迫朝廷撤换您。又是前朝旧党的余孽啊！看来赈灾的时候，不仅要救百姓，还要提防着他们作乱。国公爷，巨事到了。按照王老汉说的，筑城于临堤，比原来的堤坝结实10倍。每2层巨石之间都要用糯米浆、石灰填满，不然水浸久了就会腐烂。当年林家修堤的时候，用的是沙土拌米汤，只撑了3年。国公爷已经查清江南10处旧堤坝都有偷工减料的情况，涉及到20多名前朝官员，其中有5人还在任上。幕后主使是常州知府赵大人，他是前朝旧党，说只要教皇赈灾，就能使门阀重新掌权。他还叫我暗中挖开堤坝的排水口，使水患更加严重。回口这么快，张勋，带进军到常州捉拿赵知府。刘明，你马上带人修补排水口，防止2次决堤。国公爷，常州属于赵知府的地盘，恐怕会有埋伏。有陛下的信物，谁敢阻拦？赵知府不过是小人物，背后肯定有一股大的旧党势力，必须连根拔起。赵知府，你和乡绅勾结，破坏赈灾，还不认罪？就算我死了，旧党也不会放过他。这样就好了，再也不怕洪水了。赵知府背后有人和旧党犯王勾结，张勋派人追查那名随从，一定要查清他们之间的联系。曹帮已经控制了江南水路，任何可疑的船只都会被我们发现。国公爷，京城传来了消息，科举放榜了，张元考中了状元，柳大人的门生也考中了探花。赈灾出省，科举得才，但是旧党羽藩王的隐患依然存在，这场仗还没有结束。国公爷请放心，臣已经查清了赵知府的余党，一共7个人，都已经收押了。不过他们所说的牡丹会，臣查无结果。从赵知府暗格里搜出来的密信上写着暗号：牡丹开时，精灵来奉。宁王是我的皇叔，控制着南京3卫的兵权，要是真的和旧党勾结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陛下，臣妾查了宗人府的档案，宁王10年前就因为私藏兵器被先帝责备。陛下，新科状元张远家境贫寒，在京师求学的时候，曾与旧党的外围有过接触。张远为人机敏小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他比较合适。牡丹会下个月3号开，宁王的人会带着凤符来，在祭天大典的时候动手。女子是新来的吧？小的刚刚考中了状元，想来茶馆里沾沾文气。听说掌柜收藏了前朝的字帖，可以借给晚辈看一下吗？原来是状元公。天坛附近有3条密道，旧党一定从密道中出来。张勋，你带进军守好密道。张远，你继续在茶馆里查清牡丹会的人数。先帝赐予的龙纹令牌，可调动经营支援。天大典是最后的机会，绝不能让旧党和宁王的阴谋得逞。宁王殿下已经让500名亲兵在天坛的密道中，祭天大典的时候听我的命令，把皇帝和陈轩抓起来。不好，张远是朝廷的密探，他刚才在外间偷听。杀了他！李然，你父子2代谋反，今天该了结了。这一切还没有结束。宁王果然就是主谋，他竟想借祭天大典逼宫，效仿太宗夺权。陛下，
李然已经招供了，宁王的私人武装已经混入京城，伪装成商人、僧人，在天坛周围活动。臣认为祭天大典按原计划进行，让他动手，然后一网打尽。臣妾已经让永乐宫的宫女在天坛的祭品里加疗迷魂香，可以暂时使私兵昏迷，不会伤害到无辜的人。照你们说的做。张勋，你带禁军埋伏在天坛周围，听我的命令。推行新政得罪了门阀，失去了民心，现在应该退位让贤。皇叔，你认为朕没有防备吗？传旨，禁军在哪里？皇叔，你勾结旧党，私藏私兵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。传旨，废除宁王爵位，打入天牢，彻查南京3位。宁王佛法之后，蜀王朱沉冤闭门不出，不回应薛权的旨意，并且暗中调动军队驻扎在蜀地边境。臣愿带着陛下的密诏去到蜀地，用恩威并施的方式让他交出权力。臣妾查到那位世子对学问十分痴迷，曾经多次请求见学府先生，但是因为藩王世子的身份而被拒绝，这是突破口。赐你尚方宝剑，若蜀王反抗，可先斩后奏。张勋带3000禁军随行，守好蜀地驿站。蜀王重视世子的前途，把入学国子监当做了条件，也许可以改变他的决定。国公爷，刚才送来的茶水有毒，银针变黑了。蜀王这是给我下马威。他既然已经动手了，看来他对萧权的事情早有防备。陛下考虑到叔侄之情，蜀王可以保留100名护卫，其他的兵权交给朝廷。按照祖宗留下的规矩，藩王可以统领一省的军队。陈轩，凭什么要我交出兵权？王爷先看看这杯茶，昨天驿站的毒茶上带有舒王府的印记。如果臣把这件事告诉陛下，王爷觉得还能保住亲王的爵位吗？晚辈一直敬仰国公爷的大名，若能进入国子监，晚辈愿意劝说父亲交出权力。太傅给你的手书上批注了，只要王爷交权，陛下就会亲自下旨，让你以一优才优身份进入国子监，和太子一起学习。本王交权，但是朝廷要保证蜀地士族的利益。下臣会奏明陛下。蜀王交权之后，襄王、闵王都主动减少了兵力，只有鲁王朱趁泽不但没有交出权力，反而截留了山东半年的赋税，说是要加强城防。鲁王截留的赋税并没有用在城防上，而是用来修建私人住宅，供养私人武装。百姓们承担不起额外摊派的，已经有几十户人逃荒了。鲁王和前宁王之间有书信往来，去年还私下买过500副盔甲，藏在鲁王府的地窖里。传旨，让张远以巡按御史的身份去山东查税。账目都放在库房里，但是钥匙在鲁王府，耀王爷点头才能拿。这些账目，你能敢说不是真的吗？是鲁王逼我做的，我不敢不听从。王爷，张远查到了赋税账目，陈玄带禁军过来了。反了！我是亲王，他们敢动我！下令叫守卫去守卫王府，凡是赶来的就杀掉。
鲁王截留赋税，私葬盔甲，勾结宁王谋反，证据确凿。废除鲁王爵位，打入天牢。叛王的事情就要解决了，大楚的江山也可以安稳的坐下来了。滕王朱宸济虽然只有2个县的兵权，但是暗中和就等于聂无谦勾结。滕王长期依附于鲁王，鲁王被推翻后，他仍然不死心。吴谦是李默的学生，对漕运舞弊很了解，肯定是利用了沈千山的操帮线路进行走私。臣妾已经让红绫联系了沈千山，他会假装配合吴谦，把他们带到通州码头进行交易。最后一支逆党，绝不能留下后患。吴先生，这批货物已经按照约定送到了。滕王的银两在哪里？奉皇上之命，捉拿走私的叛族。滕王，走私盐铁、资助叛族的证据已经很充分了。这是你和吴谦的交易记录，3年走私盐铁赚了50万两，其中10万两给了关边叛族。吴谦是吴谦蛊惑了我，他说只要攒够银两，就可以助我登基。国公爷，边关叛族据点已经查清，张勋将军正在带人围剿。肃清逆党，藩王归心，大楚终于没有内忧外患了。陈轩，你父亲平南王的冤案已经载入国史，配享太庙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想告诉你，苏贵妃贤惠善良，和你相识相知，真想赐婚给你，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到老。臣感谢陛下的恩典。3日后大婚，朕亲自操办，让天下人都看看大楚的忠臣和贤妃可以配得上盛世良缘。宣告，寒门学子任职的州县赋税增加3成，百姓都称赞你。这是操帮兄弟们凑的贺礼，太湖珍珠串，祝2位百年好合。子轩以太监之身入宫，查贪腐、破私兵、平逆党、安藩王，护我大楚江山寒烟贤良淑德，辅佐真稳后宫，推新政。今日你们结为夫妻，对大楚来说是幸事。希望国公和夫人琴瑟和鸣，希望大楚盛世永存。北疆某北王派人来贺，带来上千匹好马，供奉平南王和国公爷。大赦天下，减免全国赋税半年，让百姓都享受到盛世的福气。陛下，后宫已经没有了争斗，太后在慈安宫里专心礼服，也常常想念陛下的好。臣愿意放弃世袭爵位，给寒门学子更多的晋升机会。大楚的稳定不在于世袭贵族，而在于民心所向。臣想以身作则。你的爵位是靠功劳得到的，朕不允许你辞去。但废除世袭特权，朕同意了。下一代贵族许可举获军功任职。当年在永乐宫的时候，我从未想过会到今天。没有逆党作乱，没有藩王割据，百姓安好，朝堂清明。盛世是因为陛下英明，也是天下人所期望的。臣愿余生守护大楚江山。朕与你共勉。盛世长存，万世不息。